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足。苍狼那个历史啊，始于北宋，流传至今，建筑的样式大致受最其他的园林啊不大的区别，大多侪是晚清的风格，但还是能够从中看到宋代最初园林的影子。山势树木自然雅气，楼阁厅堂朴实无雅致。让我帮您演示这段，对面是片青翠的竹林，竹竿纤细，密日是千竿繁枝，中间有杀身守正、很有板墙的树木画意。这片竹林啊，被四座彩玲珑的建筑所包围。彩玲珑为异国相里的山间小屋组成，头顶呢还设有一片水竹，满人森林，十分的幽静。室内通向的长窗，光影婆娑，满堂清雅，每扇窗子侪能够透出庭院竹子绿枝彩叶。虽说是私宅，但是山间小房形成这个错位的连续空间，中间呢并无门窗，非常的奇特，不愧是苏州城里最古老的园林。苍狼亭现存至士大夫坟城的居首石崖，园内都有十足载望之处。彩玲珑其细啊，并非是银里匾额上头附用风雅的雅致，却是古代文人独属养性的意境。台窗看竹，风行雨色，思想伴着竹香。所谓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足。而环境竹林惬意，而且是不可一日扶持君，刚日淡泊清雅，潜心华胥。现在也是不但敬仰竹的品格达至内涵，还欢喜呢拿竹头栽成功一片来遮掩居所的人情淡雅简洁达至神情。翠色石林红缢带，时光穿着彩玲珑。讲的谁是这样一种意境吧？置身于彩玲珑的渣馆内，便会对苏人卿这个诗句体会至深。倘若居于苍狼亭这雅气的庭院，每日移步在幽静的竹林山道，想必随时会的清新过悦，淡泊明志。而当年苏人卿隐居如此，还真是寄予豺狼幽，心在雨夜移。我感了此景，俯仰四季归。